它的这种深海打捞的技术越成熟越完善，那么它可能就是搜寻到的美机的残骸就越多，反之它可能收获就较少。大家好，我是曹伟东。最近呢，就是美俄之间围绕着他们在黑海上空坠毁的这架 MQ9美国的无人侦察机的打捞工作展开了激烈的博弈。有的人可能会说，好像没有什么激烈博弈嘛，主要是俄罗斯的舰船把那个区域围起来了，而且呢，在那个地方展开了相关的打捞工作，而美国好像就是侦察机继续在那里进行了相关的飞行，那无非就是看一看或者侦察一下。其实不然，因为在这个美国的 MQ9坠入黑海之后呢，美国马上派出了不同型号的侦察机在那个区域进行侦搜，一个呢是同样类型的 MQ9侦察机，还有呢就是它的全球鹰因为全球鹰侦察的范围可能更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美国实际上它的舰艇不到位的话，它可以通过就是空投的方式，比如说用这个无人机在相关的海域或者附近的海域投下其他的装置，比如说假的黑匣子，我们就讲航行记录仪，其实它不是真正的航行记录仪，而是一个能够发出就是同样声音或者声波的这么一个器材。那么它的这个声波或者器材呢，和 MQ9就失事这个飞机的频率是一样的。可能呢由于它可以把它的这个音量嘛，咱们讲因为在水下嘛就是放得更强一些，可能呢就干扰你的搜索，就是当你按照这个方向去搜索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目标或者是一个假目标，那么它可以进行相关的干扰，也就是你的这个打捞侦搜工作可能不能正常的进行。这是一种方法，因为在有些潜艇受到追击的时候或者跟踪的时候呢，它会释放一个类似的这种假的音响的设备，就是让你的声呐去追这个假目标，它就这个金蝉脱壳了。那美国现在既然自己的舰艇不能进来，起码我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干扰你的打捞，或者是让你去追踪一个假目标，搜索一个假目标。就俄罗斯而言呢，它现在的情况是比较有优势的。一个，它的这个舰艇船只已经把相关的海域给包围起来了，也就是我们讲的，你水面的这个船只和舰艇是不能靠近这个区域的。全由就是俄罗斯的舰船把这个区域控制起来了。再有呢，它发现了就是漂浮的少量的这些无人机的它的材料，比如说机翼比较轻，或者是机身有一些部件比较轻，可能没有沉下去，因为碎了嘛，它可能没有沉，它给捞到了。再有一点呢，它可能根据这个黑匣子所发出来的声音或者是信号，它确定了就是这架坠毁无人机的残骸在海底大约是850到900米这样一个深度这个位置和深度它现在确定下来了。那么下一步就是打捞的问题。在打捞的问题上呢，它有一定的优势，因为这个无人机它在解体以后呢，本身就不是很重，可能呢就是在相关的区域里边呢分散着。但是像发动机还有就是像一些比如说侦察的设施比较完好的设施呢，可能由于它自身的有一定的重量嘛，不像这个机翼或者一些这个合成的材料比较轻它可能就逐渐的就沉入了海底。那么在打捞这样的部件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俄罗斯利用这个水下的机器人或者是潜航器，把它的这个打捞带固定在这些部件或者是说这些残骸的这个上面吧，打捞带你就可以理解为像我们救人的时候给他穿的救生衣你比如说你给他穿上救生衣或者一个带子绑在他的身上，然后给他充气之后，他当然就浮上水面。浮上水面以后，打捞船就很好把他们打捞上来，放在甲板上就可以了。而且俄罗斯它打捞上来多少东西，比如说它是捞上来的发动机，还是它的这个黑匣子，还是它的这个侦搜的，比如红外摄像系统，还是它的什么硬盘，谁也不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
所以他到底掌握了多少 MQ9 的这个秘密，外界是不知道的。那你美国比如说让他归还，他说我什么也没捞到，那这个呢就成了一个谜。所以我们看呢，就目前而言，这个俄罗斯呢，它已经在这个区域里边对这个 MQ9 的残骸进行了定位，并且呢正在进行打捞。那就看他下一步到底他自己的在深海打捞的这种能力有多强啊？因为如果你要有这种相关的设施，比如打捞船，还有像这种拖曳式的或者自主航行式的这个声波的探测仪，然后再经过就是把这个相关的潜航器比如说遥控的这种潜航器放下去，给这些残骸装上打捞袋，然后充气之后就能浮上来了。它的这种深海打捞的技术越成熟越完善，那么它可能就是搜寻到的美机的残骸就越多，反之它可能收获就较少。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